好，来看看今天小狼是给大伙儿带来一个辽飞和秒的18，也就是说张辽和张飞，采用的版本呢是大神之路版本啊。这里面跟大家伙儿讲一下啊，这个作者呢是 Black 翅膀，也是 B 站的啊，也是这个授权给我的，但是呢他想给我没有水印的。可是呢，由于这个传输问题啊，有点太慢了，我也不知道咋的了，特别慢，所以说呢，我就直接去 B 站上下了。如果说大伙儿有想法啊，可以喜欢啊，这个比如说类似于像什么，这些这个和秒的高手啊，包括像这个就是说白了 TAS 的这个制作者，大伙儿如果有想法的话呢，可以选择去这个他们的这个空间啊去支持一下。在 B 站啊，叫这个 Black 翅膀啊，大家伙可以去搜，也是专门做的。你有什么作品呢，也可以去赞助一下啊。当然呢，这个下两部啊，我们传的很好，也不知道为啥这一部，它是体积最小的，但是呢，结果呢，我还是传输还有点慢啊，这个有点难受啊，有点难受。然后呢，我们是这么个路子啊，就是说大神之路呢，它毕竟呢不是正版游戏啊，它是一个专门让你练秒杀的，在秒杀的技术还有宝的继承方面上呢，确实是那个比较完整，但是呢，肯定跟原版的很大的地方不一样啊，咱们就不多解释了。第一关的 BOSS 也没什么好说的，都可以秒啊，也比较简单。这两个人呢，每一个人单秒都可以秒啊，也不用多说了。在接后的呢是两个目前为止。单秒系统啊，目前为止单秒系统最牛逼的两个单秒，一个是张飞啊，好像是我记错的没记错的话是张飞秒11，一个是张辽秒14，这都是突破了当前最多秒杀的记录，对吧？张辽从那个TAS 秒13。到这个正路的 TAS 秒13啊，因为这两个路呢有秒这个孟获的，还有不秒孟获的，大家伙儿明白什么意思吧啊？都秒出13了。而这一次呢，这个这个 Black 翅膀啊，他是打出了这个张辽秒14，然后张飞秒11的这个超强战绩。录像呢我已经拿到手了啊，录像我已经拿到手了。然后明天大年30我就会给大家伙做。但这个视频呢是直播的时候给大家伙做，而上传的时候呢可能要往后稍微延后那么一丢丢啊，希望呢大家伙能够理解啊。对，张辽14也是他的，那两个视频呢是没有水印的啊。不过呢，其实我也不是有意遮挡这个哔哩哔哩的水印，实在是没有办法不遮挡啊，因为我害怕那个斗鱼这边然后搞那个巡查嘛啊，肯定是万一碰见一个铁憨憨，对吧？那我就没招了啊。好，那么可以看到大神之路版本呢，咱们的这个打分系统啊也变了，打气儿系统也变了，然后呢这个地图呢这个数量呢也变了，所以说跟原版完全不一样。但是 BOSS 的血量和咱们的攻击力啊，那是一直都一样的。你到这个地图该获得什么样的宝，大致上是一样的啊，可能90%是一样的，当然有10%就不说了。你像这有隐身衣，怎么可能？好，白象方面一个升级，在白象方面一个爆气，然后呢无限点，这点死啊！我们现在先复盘一下，兄弟们啊，先复盘一下。首先我们看看，先一个读标啊，暂停一下，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白象方便面的时候呢，我们先手一个招安状，然后升级，这样的话把这个张飞的这个必杀重置的2点，你看。这样的话就是一共三点连击，然后在白象方便面的时候呢，它在一个爆气，然后接上张灵剑，这样的话是5点白象方便面外加这个一个张灵剑，直接秒杀，就是这么个情况啊。用到了招安状，那么不要紧啊，其实招安状呢，咱们还是有一个的啊，咱们一会儿呢还是有一个招安状的，因为这个马它实在是不能够这个追地。而且呢，你像啊，张飞和张辽的必杀呢，都看起来好像都没有办法用这个升级和爆气来重置。但是张飞呢，就是练必杀白象方便面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丈八蛇矛往天上一扔，哎，这个动作可以重置，对吧？这个确实很厉害，张辽都可以秒14了，兄弟们啊！想当年赵云
秒14，貂蝉秒14，刚出方案，很多人在挑战。后来赵云秒15，貂蝉秒15，啊，很多人出来挑战。后来张辽秒16，很多人也出来挑战，啊，也成功了。后来啊，这个赵云啊，就是赵云秒16之前呢，就是 TAS 秒17已经出了，但后来呢，连 TAS 秒18都有了，兄弟们，赵云 TAS 单秒18，太赖了啊，太赖了。而这个张辽单秒14啊，虽然说肯定啊，人家秒18个都没说什么，你秒14装什么？别闹了啊！张辽秒14，我操！张辽人脑秒啊，最早是只能秒9，后来的方案变成秒10，也就止步于此了，兄弟们啊，也就止步于此。张飞呢，最早的人脑是秒5啊，后来呢还是秒5啊，后来是 TAS 先秒9。啊，然后人脑呢还是秒5，到现在为止 TAS 呢是秒11，人脑呢还是秒5，还是秒5啊，秒14就是秒14个 BOSS， 知道吧？好吃。昨天我狼突然消失没有？我消失了能有5分钟，我又重新开直播回来了啊！我确实是回来了啊！玩流字，玩流士。TAS 倒地是什么意思 ？TAS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 SL 大法加朱森操作啊！你知道这个事儿就好了。TAS 最重要的不是操作，是方案。操作呢可以用时间来弥补，但是方案你得想，你得有思路，知道吧？没有思路你没有用的啊！日常解释 TAS。这个但凡看我狼的啊，就没有几个就是问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每天都有人来问，那说明要不然就是没看过我狼解说，那真的是没看过，要不然就是不上心，要不然就是故意找茬，你找茬是吧啊？对吧啊？我这坐着玩会不行吗啊？我这坐着说会不行吗啊？对吧？你们玩不玩？好，飞轮起手。前手一根神秘脚踢回来啊，前天撞出这个招安撞，这是2追，好的。3追暴气后前手，天崩白象方便面啊，跟上一手张辽的暴气，还是重置了一下啊。追地后前手打了一个追地暴气后前手，然后再一个打后前手接。又是蝎子过江啊，然后接这个天崩地裂，这时候呢张辽再爆气，重置一下啊，确实狠啊。好，现在瘦成了一道闪电。我说句实话啊，我减到160斤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只是一个正常的体重。因为说起来160斤，其实对于一个成年男人来说还是有点胖，是不是？但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狼呢，这个身材吧，是圆身子，其实不是说胖体质，是正常体重就应该是160斤，尤其是已经33岁了，过完年34岁，甚至你可以说我35周岁了，35虚岁了都无所谓。但是呢，最狠的是我狼现在又减了10斤，减到150斤了。150斤之后，我自己都崩溃了。首先，这个颧骨都凸出来了，然后呢，屁股一坐凳子就硌屁股，然后呢，感觉没有肚子，肚子都凹进去的那种感觉。我彻底的发现，确实150斤有点什么呢？有点受大劲儿了，就是受大劲儿了，明白什么意思吧？啊，就是你像我哥。我那个堂哥啊，就是舒柏兄弟啊，应该也不是堂哥，比那个堂哥还亲一点。舒柏兄弟是我叔家的，我叔的这个孩子呢，比我出生的早，所以说我得叫哥呀，对吧？我这个堂哥，他160斤，但是他看起来比我胖很多，就他看起来比我胖很多，这个不知道怎么解释啊。我现在是76，不到76。不到76公斤啊，151点多啊。好，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会儿啊，咱们目前为止呢，所有的 BOSS 都秒的。
辽飞秒18，这个秒18个 boss， 也就是说有2个 boss 秒不掉。这2个 boss 呢，我们只能从哪2个 boss 来起手呢？其实啊，最难秒的 boss 呢，有这么几种。排名第1的不好秒啊，第1不好秒的谁呢？哎，左慈，确实不好秒。第2不好秒的谁呢？貂蝉不好秒。第3不好秒呢，就是第2匹马不好秒。最后是那个第一就是第2关的马，还有最后一关的马，就是左慈、貂蝉双马，这是不好秒的4个 boss。你要非让我说排名不分先后呢，我倒不这么认为。只要有宝啊，哪个 boss 都能秒。但是呢，你宝就那么几个，比如说你招安壮就那么几个，对吧？就那么2个。而且呢，你像你还吃不了招安壮怎么办？你只有张辽能吃。你如果2个都能吃，你能攒到这2个 boss， 对吧？我秒马的时候，比如说我有关羽，我不需要招安壮，对吧？我有赵云，我不需要招安壮，那确实是不需要啊。但是呢，你像刚才他俩打就必须得用招安壮，而且还得外加张灵剑，你算吧啊，这个就没有办法。好了，感谢我们的修昔底德陷阱啊，89年的小老哥啊，感谢我们的什么叫修昔哥、陷阱哥啊，赠送我郎的一手单飞，外加我们文哥赠送我郎的一手飞机，这同时啊来了一手双飞。感谢我们2位哥哥啊！那89年虽然说不能叫哥，但是叫声哥不亏，为啥呢？因为不亏嘛，对吧？你像我现在看起来有点逆生长啊，长得有点像一个90后的小伙子，是吧？一来就是2个飞机啊，多谢！你看我郎这个今天啊，这个煞气就不一样。好，先手一个飞轮暴气前手，神秘角踢回来。为什么要叫神秘角呢？4招1式追地，然后再加上这个秦王鞭石，感觉这个秦王鞭石太疼了，真的啊！你看张辽只要一个飞轮起手加一个暴气，甚至3追都没有打完就已经把他秒掉了。你想想啊，这个确实是太赖了。但是这个人脑呢不太好控制，他怎么才能控制好追地完之后张辽出这个秦王鞭石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和时机刚刚好，打的点是满点啊。我是89的，我98的。好了，刚才这个文哥是这个老大哥了，就不多说了啊。然后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哥，第1次来啊，第1次看，然后不知道说没说话，我这个弹幕刷过去了啊。好，一会儿看看啊，怎么秒这个大伙可能看到了啊，有35分钟就结束了。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这个大神之路啊，这个版本就是这么快的啊。对，这个是 TAS 的啊。好，看看蝎子，这个该吃的东西都吃了，这底下感觉好像有的有补我都不吃啊，因为毕竟不差这点血。但是正常呢，咱们感觉是不是要卖血啊？其实不用啊。你可以发现这个咱们这个大神之路的长气儿速度非常的快啊，非常的快。这个版本就在这儿呢被人诟病啊。你打分就不说了啊，主要是长气儿。打分的话，比如说咱们以前用盾书啊，或者说用什么那个神仙笔，你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你打完了之后，你发现就是5000分，对吧？5000分。但是呢，如果说你现在用这个版本的话，它不是5000分了，它是10000分，它多了1倍。打气儿的速度呢是多了4倍啊，是多了，应该说就是4倍的打气儿速度，所以打气儿速度非常快啊。好，看看张辽，现在我感觉好像。大年夜的前夕啊，我觉得好像真的观众这个虽然说还是很多兄弟们啊，但是呢，我发现好像好多人都去聚会了，同学会什么的啊。好，白象方便面一个升级3连反升后前手，神龙摆尾后前手，再神龙摆尾，追地后前手，最后是不是还要白象方便面？好了，2追挑起来，追地爆气。啊，白象方便面升级，爆没爆？没爆啊，只一个升级就够了啊。
他这个连击方法呢，还是要利用到这个重置必杀的这个能力。尽管张飞这个重置必杀的能力实在是太低了，实在是太低了，但是呢，对吧？你没办法，苍蝇也是肉嘛，你得用啊，对不对？三神的话也是咱们的这个翅膀哥啊，就是现在这个视频的作者。我们准备了极限的单秒啊，极限的单秒，然后呢陪大家伙做这个新年盛宴，算是过年这个翅膀哥送给大家伙的礼物。然后同时呢，我狼呢也会在跨年的这个左右的时间陪大家伙呢追忆一下人生，追忆一下童年啊，好好的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个年啊。然后呢，大家伙的跨年的时候呢，陪小狼喝一点就好了啊。女同学找我接盘，该不该去？先接上再说啊，接完之后再说，好吧？饿虎乌鸦子，好，这里面呢，咱们是可以在这里打气儿的啊，专门是留了一个打气儿的地方。你看啊，咱们这个路线一上来就是打灯啊，正常这个大神之路啊，这个版本设计的就是。把一些比较墨迹的这个地方全都留掉了，而且打气儿的速度会非常快。然后呢，你会发现有的兵呢血量也会非常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为了让你打气儿，为了让你打分的啊。你看怎么打也打不死啊，这个就是血多。很多人说是打不死呢吗？不是，就是血多啊。幻境里面那些小兵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呢是可以打死的，但是因为你攻击力不够，加上有时间限制，所以说打不死。我们看这个看来是要秒了，1个多。白象方便面升级3点，暴气2点，反生后前手，白象方便面，然后再用一个杜康酒，暴气啊，这个有点赖了啊。我的意思是说，先揽一下之后再说，就整就干呐啊！女同学想找你接盘，如果肚子里有货找你接盘，那明显就是玩你嘛，对吧？你玩我来，我玩你，玩来玩去玩自己，对不对？好，一顿撞。这里面呢，我们看看啊，首先最难秒的 BOSS 的4个 BOSS 之一，马已经被秒了，4个 BOSS 最难秒的之2，貂蝉也被秒了。那这么一看的话呢，左慈还有月吉啊，就只能说一句再见不送啊，这2个 BOSS 只能用一句再见不送啊，秒不掉了啊。不得不承认啊，左慈还是这帮人最难秒的 BOSS 了，真的。很多人说他只能秒19，为什么？就是貂蝉都能秒，左慈秒不掉啊。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就往这一站，我没有变成小动物的能力呀，怎么办？一个暴气，好后前手。神龙摆尾后前手，再神龙摆尾，然后就开始交给张辽了。哎，张辽打他的血量是最多的啊！所有的吴军将领看见张辽跟看见爹是一样的，没区别啊！前手一根落地，秦王必之。这个就表现的比较平庸了啊，因为虽然说是首关 BOSS 血也非常多，但是呢，由于啊张辽的这个属性加持，外加还是用到了这个白象方便面的这个暴气效果。同时呢，张飞呢后手升级狂风式打了一套4招1式，最终呢是形成了这么一个秒杀的场面。最难的啊，我觉得还是这个貂蝉啊，那就是他的方案是在那里呢，无限暴气的感觉。为什么可以控制到刚好升级？因为升级的这个分数是有表的，说白了，比如说在假设你不吃任何分数或者打什么箱子什么的啊，这个都不算的情况下，对吧？他到一定分数，比如说啊，他到了比如说10几万，一定会升1级啊。假设啊，就说这个意思，甭管是多少级吧，有一个表，一共是有两套升级的这个方案的啊，就是说每个人物的升级的时间也不一样，但你知道了就好。当你打到这个分数，一定会升级。很多人，那你不小心吃了分怎么办？我打了箱子怎么办？那不要紧啊，不要紧。好的，一个冰晶状态不要紧，你只要把你打掉的那个再记上，然后呢重新再多加的你吃的那个分数，或者打箱子的分数就好了啊，就是这么简单。好的，接杀手锏，追地秦王前手，最后次追地。好的，一顿左右互搏，我去，这沙蒙柯死的好惨啊！为什么我老叫白象方便面啊？
就是小的时候吧，我被洗脑了。我们游戏厅有2个小孩，天天玩《三国战记》，啥也不玩，对吧？一个选诸葛亮，一个选这个张飞。然后选张飞呢，他因为张飞第2关就有那个白干酒，他有那个白干酒，有了白干酒超过5级就可以放，放完了之后就是一放一打必杀，白象方便面就跟他喊，无限喊，一旦有气儿的就爆气打白象方便面。我是被他喊的洗脑了，我才，对吧？我才那么说的啊，要不然我不会那么说的啊。原版就是控分站起来升级秒码，对对对。这个我说句实在话，虽然说呢，不送飞机呢，咱可能看不到，咱确实送了飞机才看到了。但是这个修昔底德陷阱1989啊，看来也是个老粉啊。有的时候真的啊，这个咱不得不承认，不送礼物，就是你就当我，其实我不是我狼势力啊，可能有时候这玩意儿没法解释。妈的，说白了就是狗啊！你们当主播的啊，天天就是那个舔着那个老板，我们这些粉丝怎么了啊？我告诉你们，你们没怎么了，错的不是你们，错的是女狼啊！错的是你们不是小姐姐啊！如果你们是小姐姐的话，是吧？好，这上来一个多之后呢，2个人同时爆气，无限追，这吕布死老惨了，这个啊。好，再追力减少。这个吕布啊，我就总觉得他的防御力好像好低的样子。他不仅特别害怕火，特别的害怕火，而且呢，还特别害怕物理攻击。谁出溜。魔张飞打他费血非常的多，当然魔张飞打谁费血都不少啊。然后呢，貂蝉打他费血多，那毕竟是家暴嘛。但是我发现他妈的，就普通张飞和张辽，像这些随便找个人打他费血都多。那说明他就是悟抗低，兄弟们啊，就是悟抗低这小子啊。雕虫小技，现在这个张飞在无限的血杀，我们不知道他在搞些什么。那如果一个不小心，他要秒左慈，我就不相信啊。当然呢，这个好，恶虎扑羊。为什么打完要蹲下来？因为你控制升级呀。对吧？你不蹲下来的话，它这个升级怎么控制？也有其他的方法控制，但是升级是最稳定的啊。好，一顿血杀，我们看看有要搞事情，兄弟们。啊，用金盔要猎克人盾书，我寻思啥事儿呢啊？金盔要猎克人盾书啊，用天盾克人盾，小的们看招。大家过年好，马上就要大年30了，过了今天晚上，第2天就大年30，然后就大年初1。在这里呢，小狼提前给大家伙拜个早年。这小狼被活活烧死了啊！太狠了。好，他用这个一个人的力量就点出了一柱擎天，兄弟们啊，点了100多下，一个人的力量点了一柱擎天，太强了啊！好了，感谢我们的 VIP 7操赠送我狼的啊1手办卡。睡个屁呀，睡呀，到哪睡？那几点就睡觉啊？好，感谢我们的 MAKISE0，有很多英文名字吧，请原谅我的英语都还给英语老师了，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啊。有一些特定的名字我还好一点啊，比如说什么 Vivian， 为什么都不秒杀左慈？秒杀不掉啊，没有能力秒啊，对吧？你比如说，首先太清丹经是最后的倔强了吧，对吧？你连太清丹经你都不放。很多人说，那你放神仙笔啊？你放神仙笔，神仙笔有神仙变，对吧？万一出了神仙变，怎么说？靠，真是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神仙笔的那个持续时间好像特别短啊，就神仙变啊。神仙变的意思就是神仙的小便啊。神仙变，神仙蛇，神仙蝎，神仙石。神仙
还有神仙啥？神仙定，神仙定之后跟神仙变，对吧？啊，一个斗好，白象方便面，然后一个暴气，又是张飞升级后重置，单 A 黄蜂式，单 A 狂风式追地，神龙摆尾啊，好追地神龙摆尾，还是反过来神龙摆尾来接啊，再来一个追地恶虎牙子。张飞这个恶虎扑羊打人，感觉非常疼啊！神仙鞭，有神仙鞭这个东西吗？我怎么不知道呢？啊，你告诉我有神仙鞭吗？不知道的啊！玩流字，玩流。神仙有神仙冰、神仙火、神仙缩了、神仙果是吗？啊！这都太狠了啊！蛇变定火冰石啊，神仙定，神仙定完了神仙变啊，太狠了啊！好，一会儿我们看看啊，二货啊，这两个货，一个是一货，一个是二货。九节杖起手，暴气前手一根，再前手3前手。4前手，这哎，再打一下，你看这就感觉好像真的是没谁了啊！他这个4招1式打的血量比咱们打好几套的血量都多。最后一次追地，呆前手，然后落地踢下来，前一跑，赶紧进屋。一旦爆出东西来就废了啊！我狼我来了，你能来晚了，左慈都没了啊，快解说完了啊！这个咱们弹幕里面这个黑色翅膀668啊，就是视频的这个作者。我们明天啊也是要给他这个给他这个什么啊，给他做这个新年送给大家伙的礼物，叫做2个最牛逼的单秒，张飞秒11，张辽秒17啊，秒14。前面呢他没听着啊，我都已经给他推广完了。这个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在吃饭。别闹了，什么在吃饭？我感觉你不是在吃饭，你肯定是同学会。然后呢，过年大年30之前，同学回来之后呢，聚会一下，然后呢，跟当年的同桌小美啊唠一唠这个现在都怎么样了，又跟自己的这个班级里面的那个对吧小花又搞了一段纯真而又美丽的爱情，对吧？随后呢，又跟自己的这个劳动委员说，发现哇，你小的时候发现你长得不出众，但是你长大之后女大18变，好漂亮啊，对不对？肯定是这些事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啊。张辽啥时候能出秒17？我跟你说，那我感觉真的，我感觉那大概是3000年啊。我咋那么懂你？我每次我想懂你，我这个人，我这个小心理，我绝对是啊，要不是我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心灵导师。好，我们看看黄盖。一个标之后呢，白象方便面，然后直接升级后手没有啊，张飞还是选择去升级重置，然后爆手接。我们可以看到后手张辽爆气，这个张辽对这个吴国的将领的这个天生克制啊，多多少少还是很有用的。像这种1管半的 BOSS 呢，也无所谓啊。真正难秒的还是刚才你看到那个貂蝉。左慈的话，哎对，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假如神仙比出了神仙变，有没有方案能秒掉左慈？现在咱们的视频作者就在咱们的这个弹幕当中。神仙比如果出了神仙变，有没有方案能研究一下秒掉这个左慈的啊？反正我就这个意思啊，我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啊，有会说的不会听的，对吧？对不对？秦王飞地。到底是边10还是边顶啊？卡本天书，神仙变。现在你会发现那种什么官飞、什么辽飞这些人啊，就是为啥说都秒不了啊？就感觉就是左慈就是太屌了这个人啊。官飞对呀，我就说官飞嘛啊。对吧？你官飞咱们人脑我也见过秒杀的，也是大神之路版本啊。卡2级，张飞一9碗，张辽升级暴气升级 ，OK， 是狠啊。
马2级，然后张辽升级暴气再加升级，然后张飞还得用一个大酒碗，我操，这损耗太多了啊！这个损耗太多了。好，可以看到，我们就说了嘛，4个最难秒的 BOSS， 排名第1是左慈，就不用多解释了吧啊，因为这个人物也是限定。这个左慈，然后貂蝉双马，这个第2个马呢秒掉了。然后我们一看啊，既然貂蝉秒了，那么貂蝉这个难题解决了，说明这个左慈和这个第2匹越级马应该是秒不掉了。剩下的 BOSS 呢，对吧？那就是魏延、司马还有曹操，这都是能秒的。而且我们还有一手招安状，那应该是在最后秒曹操的时候搞的事情啊。我好奇，现在2021年那个2022的年之前的年应该怎么叫？叫负1年？什么意思？你这个不对啊！咱们现在是2020年跨2021年，因为在农历年啊，咱们是农历年。但是农历年呢，咱们也不能叫这个2020几年了啊。封建王朝的时候，咱们按照皇帝的封号来叫，比如说康熙60年，啊，什么宣统多少年啊，对吧？咱们最后一个，对吧？这个皇帝嘛啊，再往后咱们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咱们采用公历了。但是呢，咱们的农历呢应该深入人心，对吧？农历呢深入人心，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按照农历呢过大年啊。这时候呢，咱们还没有到公历的2021年。所以说元旦是元旦，春节是春节。你现在过的年是2020到2021，你2021到2022的时候又是那个年啊，那是下一年，它没有负1年啊。我这个解释很通俗易懂，我就不相信你不懂啊，对不对？小狼元年，但是呢，皇帝的封号，兄弟们啊，皇帝的封号也不是只有一个的啊。很多人说这个后来都是这个叫啊，就什么什么年，有的时候皇帝会换这个年号啊。有年号啊，这个年号的话会换啊。这个好，这个 BOSS 呢，虽然说一管多血，但是不抗揍啊，还是这种套路啊，升爆啊，就是完事儿，然后再加上3追，而且追地的时候都不用考虑多追几下啊，反正也伤害够了，对不对？有的年号非常多啊，那时候就你像大家伙儿有什么有这个皇帝的这个封号啊，你大家伙儿不能叫封号，皇帝的号呢，比如说给大家伙儿起，比如说小狼假设是皇帝，就是承天圣德什么什么大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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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祥如意，夜遇使女什么啊什么那个枪长30厘米什么什么能干皇帝啊，就是一堆啊，这是一封号啊，封号。然后呢，还有什么庙号，还有年号啊，还有谥号啊，就死了之后追封为，比如说小狼啊，小狼死了之后啊，被追封为瓢瓢帝，对吧？啊，叫瓢瓢帝，这个可以啊，可以追啊，对吧？那如果说是年号的话呢，小狼就是自那个啊，怎么都可以就可以啊，随便叫啊。好，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用太平要素的话，一下10000分，我操！这样的话还是要卡升级啊。对于这个张辽升级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看看一会儿司马懿一出来，首先清兵。我们看看人脑的话就隐身1了啊，但是 TAS 咱们就不用了。放盾书那是要给张辽卡成无敌状态。我们看看。给张辽卡无敌，然后张飞起手，怎么说？好，一套加成了2个方案，太狠了啊！来吧，飞轮起手，白象方便面一个暴气，好，杜康9升级后拉，神龙摆尾追地一挑。张辽到22级了，张飞也22级了，这升级，我操！终于看到一个接这个风卷残云的必杀了，还是没有招安状的接法。我记得以前张辽单秒方案的时候打这个吕蒙啊，还有接这个，因为他用招安状了啊，他打吕蒙的时候用招安状了。我们看看接下来的曹操到底是怎么死的，兄弟们，好吧？现在那个曹操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曹操你们说曹操长得像张飞还是张飞长得像张飞？你们看一下，我感觉那个，对吧？这个如果要是曹操真的长这个样子的话，那我感觉张飞人称小曹操啊，对吧？只能是这个样子啊。
你说这2个人到底哪个像张飞？吹牛逼！我告诉你，好的，直接起手。我们看看，没有用招安撞呢，现在还招安撞啊，后手用招安撞。我们看看，这就已经是2追了啊，还有1追啊，前手秦王再前手，好必杀。要后手爆气，这个招安撞是赖啊！这个招安撞这个道具到底是他妈干啥用的？我是真服了啊！是招安用的吗？宋江直呼内行啊，宋江。好，可以看到最后呢放了一本地遁书啊，非常嚣张的结束了整个愉快的旅程。大体上来说啊，跟大家伙讲解一下啊，辽飞合秒呢秒18，有2个 boss 秒不掉，一个是二马，一个是左慈，这个就不用多解释了。其他的秒 boss 呢，还是大家伙都是理解的这个范围内。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我们的黑色翅膀啊，这个给大家伙表演了这么一个精彩视频。那么下期预告呢就很简单了，2个极限的 TAS 单秒，也是全网目前最高秒数之一的挑战，而且用的原版119，不是大神之路。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下期再见吧。